你看看国际的消息，其中国际消息里，大家觉得怎么又来了？不可思议，737波音怎么又出代志？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我看到推播的时候也觉得好瞎。布林肯这么重要的国务卿，他搭737波音的飞机出访，当然要挺自己国家的飞机啦。但出席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突然准备回美国的时候，搭乘的波音737专机出现氧气泄漏，严重故障，全部人都是 VIP 啊。上了飞机之后，又通通被迫赶下飞机，最后只好另外派一架小飞机把布林肯载回华府。这有没有很好笑、很可怕？因为没有忘记1月16号芝加哥机场波音777跟波音717客机擦撞的消息，还有1月5号波音高空的舱门，记得吗？我们那时候画面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都吓坏了，那个门突然就掉了，在高空当中不见了，然后机身还出现了大洞。波音几次的空安事故的意外还没有真的完全恢复过来，又有这些事件，要怎么行销到国际去呢？因为它代表的是美国的军工，还有自己航空科技的发展能力啊，会不会被质疑呢？那当然，接下来波音代表美国，紧接着台湾大选之后，美日韩巴的水面舰东海军演又要开始了哦。当然，大家说剑指中国是必然的。那营造抗中的形象，川普跟拜登的选举今年也要展开了。川普特别讲，我的胜算呢，导致中国股市大跌哦，影响好大，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中国股市昨天暴跌，是因为他赢了爱荷华州。抗中是川普的主要基调。那两个人要比谁比较抗中吗？那其中影响的还有加拿大。如果川普再当选的话，在媒体的标题认为，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说，加美关系将会倒退。川普目前当然是以51%的选票横扫了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2天后，杜鲁道的说法是，如果川普回来了，其实美国很多美国公民也都是很担心川普要回来了。如果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加拿大的日子就变得很艰难，加美关系会倒退。那么，甚至魁北克日报就说，杜鲁道已经不能够再一次在川普面前扮演加拿大队长。因为过去自由党2019、2021都把川普跟对手保守党之间建立连结，当成一类的来吓唬加拿大人，让杜鲁道在2次的选举里面最后几天扭转了局面，能够连任。所以之前是把川普当成一个助选之类的工具那所以专家现在这次分析，杜鲁道的底牌只剩下恐惧，加拿大人还会买单吗？加拿大到时候也要选举啦，在全球的民调里头告诉大家说，加拿大呢已经连任了7年的杜鲁道，现在面临挑战。这个民调的最新调查说，37%的民众认为杜鲁道非常的差，在这个表现上，49%认为加拿大正朝向错误的方向来前进，而对于政府的表现持负面看法的选民人数达10年新高。那半数的加国民众希望能赶快换人当总理。接下来选战，加拿大川普因素更是让他剉咧蛋了而过去杜鲁道跟川普不对盘的这个记录，当然斑斑可数例如2017年，川普当着来访杜鲁道面前呢，就直接斥责说：“你们那个 NBC 报道假新闻，要取消 NBC 的营业执照等等的。”2018年6月，美国对于加拿大的钢铝产品开征关税，加拿大也报复美国乳制品270%的关税。报复，所以互相骂来骂去。杜鲁道说，他还说杜鲁道是非常不诚实而且软弱，甚至2018年9月，加拿大要跟美国谈谈看我们关税问题要不要协调一下，川普是公开拒绝跟他对话。还有当然孟晚舟事件，加拿大逮捕他2018年是为了要跟美国做讨好示好嘛，结果在这个时候，川普跟习近平正在布宜诺斯参会，对这些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反而不开心，不愿意买单。那甚至川普还质问过波顿你为什么要逮捕孟晚舟？难道你不知道他是中国的什么伊凡卡川普吗？对不对？所以还有一个画面带大家看一下，2019年9月2个人发生这个互相揶揄来揶揄去的画面，也印象深刻。回顾一下。Well, he's two-faced. And honestly, with Trudeau, he's a nice guy. I find him to be a very nice guy. But, the truth is that I called him out on the fact that he's not paying 2%. And I guess he'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互相酸来酸去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的哦。亮哥啊，如果我们光从美国的军工产业波音所代表意义来讲，最近的状况会不会太多了一点？是很多啊，所以这个还不算最严重的啦。那个舱门掉下去那个才可怕。就是啊，阿拉斯加的那个。对啊，那好离谱不哦。过意外的是，我现在才知道布林肯也做波音737。对啊，这个是我意外的地方。我觉得杜鲁道现在去跟川普吵架是蛮奇怪。川普即使当选，也要明年2月1号才上任啊，所以杜鲁道今年改选扯不上他了，扯不上了，因为你等一下，你大概在2、3月之后，你就会发现，川普大概共和党已经在攻击拜登了拜登也要到国会听证，然后也有这个乌克兰要怎么处理那加沙怎么结束，一大堆问题啦。反正我的意思说，轮不到杜鲁道了，还往后排队就对了。本来就是啊，民主共和两党那个斗争才可怕嘞。而且4月26号，美国有一部电影要上映，叫《内战》，叫 Civil War， 就在演目前的内战。他是假定美国即将发生内战。我跟你讲啊，那个就是国会暴动，那个2021 1月6号，那个时候美国的民兵组织那时候大概只有68个，现在超过300个。大部分都是亲共和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年的美国选举啊，精彩，连美国人都忧虑，拍了一个电影啊，4月26号上映啊，叫《内战》啊，所以那个内部斗争的氛围会非常激烈了，所以真的轮不到杜鲁道了，而且杜鲁道已经干了7年了，这在民主国家也不寻常啊，比如说那个荷兰。那个吕特就下台了嘛，因为他也做了蛮久的，对啊，所以我是觉得杜鲁道下台，坦白讲跟谁都没关系了，就是因为你做很久了啦，轮替是常态大家已经开始厌倦了啦，就是这样了。我是觉得这个台湾大选之后，其实如果川普说，因为他 Iowa 大赢，所以股市昨天暴跌。那台湾的股市昨天外资卖了782亿，连续2天120亿哦。是啊，1200亿。1200亿，对不起。对，1200亿，而且台币重贬2天是2.63角，没错，这很恐怖股汇双跌。对啊，那川普怎么不去解释说，台湾人都吓到了，因为川普赢了，当时民进党最挺川普啦。我知道啊，所以我坦白说。这个有很多原因啊，当然有人也会解读成赖清德当选啊，说外资就提早就走开了这个因为这个很不寻常啦，782亿一天外资卖股票连国安基金护盘都没有用，没有用，就台湾的历史上是第3大恐慌，第3大的卖量，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台湾大选的之后的一些场面会慢慢浮现了。事实上还有一个地方那个斗争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就是南北韩。当然。他们双方呛的话，呛到那种程度，都有动作的，而且金正恩已经把全国的那个朝鲜半岛的图把那个本来是同一个颜色，现在把它画成2个颜色，敌对状态，变成一个红色一个白色，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然后那个金大中以前在北韩盖的那个纪念的那个2个朝鲜少女象征和平那个拱门，那拱门他要把它拆掉所以我跟你讲那个肃杀之气，朝鲜半岛的肃杀之气才是可怕我是觉得台湾恐怕要担心一件事啦，就是说在我们知道那个尹锡悦跟日本越来越好嘛然后呢，韩国跟这个北韩关系越来越差，对。在这种氛围下，会不会反而促成了中日韩 FTA 得到突破？因为王毅去年11月重提这个话题，说中日韩 FTA 我们该谈一下吧。刚好也峰会要展开啦。那当时的障碍是文在寅不愿意跟日本签，没错。可是现在这个障碍不见了，所以我跟你讲，中日韩 FTA 如果真的有眉目会在今年第2季，台湾就被边缘化了。台湾受到最大的冲击好惨，因为那个是高度的 FTA 大概我看是95%左右那等于是中国大陆也不用参加 CPTPP 了，对，因为主要的国家就签了，就是中日韩那
这3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冲击最大的都是台湾，就再没有台湾的角色可以再进出口。不就是我们冲击会很大啦，会比现有的还要大啦，就是这样了。是，所以果然处境无比的艰难。本来在看美加的关系，当川普有可能在当选的时候，想不到杜鲁道是最担心或者是被媒体评论影响他选情的关键人物。教授，对，我觉得杜鲁道本身来讲的话呢，这个刚开始7年前他刚上任的时候是长得很帅的，他现在应该也还可以了。有一段时间要留胡子，他对，他比较这个懂得如何操作这个选民的这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消息啊非常值得重视的，主要是有3个原因。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美国跟加拿大语言呢很像嘛，当然杜鲁道他们本身的话，你这边列了一个主要的招牌讲的也是用法语嘛，就是说加拿大是一个法语跟英语混合的，但是杜鲁道我们是第2次遇到这个杜鲁道做总理的啊，他们说是法语区的人嘛，所以说呢有促进加拿大的合作。然后第2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加拿大虽然国土很大，但是加拿大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在美国沿线上所设立的。这个是非常，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的话是非常非常密切。然后加拿大自己本身在北美的关税同盟当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他视此为当然的所以说在川普的时候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川普对杜鲁道之间的话呢，光羞辱他，你这边写的，我至少印象当中就已经3大次。然后杜鲁道每一次他都回头来羞辱川普，而且他羞辱的方式的话呢，就是咬耳朵这种，而且他咬耳朵咬到那个法国总统那种，就是说，因为川普最讨厌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的话呢，你这个消息当中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问的那个 John Bolton 说你为什么要把孟晚舟抓起来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非常有含义。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她是伊万卡·川普他自己的最喜欢的女儿啊？对，伊万卡·川普的话呢是名牌名模，是有名的啦，在那个这对中国来讲很重要的。对他的意思，也就是其实他这个比喻非常好，只是说这个习主席做法上比较低调了就是说是没有直接讲出来，但是任正非的话本身的态度也表现得非常悲戚，没有像是川普这么严肃的这种表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杜鲁道跟那个川普，他觉得大概没救了，而且他也认为他一定会选上，所以他还会讲说这个完蛋，然后借这个机会来恐吓，因为他自己可能话了也没办法再连任了嘛。然后事实上的话，因为我觉得杜鲁道这2023年最丢脸的事情就是有关于那个锡克族被印度暗杀的事情他讲完了以后，一直信心满满的认为昂萨这些国家人会支持他，结果没有人支持他，所以他真的是寂寞过一段时间。那另外我要谈一件就是波音737的事情，我今天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去查是不是737，结果 bingo 真的是737。我跟你讲737本身出现问题对于美国是非常没面子，因为布林肯坐的飞机居然氧气外泄，那这个简直是太严重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大陆的话，那美国人可有文章要做。那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注意，表示说美国的这个基层维修人员还蛮有问题的。基本上它的这个军工产业，不管军机各种军事设备，是来自于波音它的一般民航机都出这么大的问题，而且一而再再而三。不是那个737的 MAX 在整个贩售的过程用尽一切力量，强迫人家买，我们也买了，不是吗？然后那个C919不发飞行证737强迫发，那还居然可以一直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到底出了什么事？人家那个飞机门开到一半掉在高空不见了，不是吗？那选举被全球各国都关注，当然是因为台海的因素。那现在选完了，其实其他国家也还在余波荡漾，各自也怕影响到自己的国家嘛。我想刚才大家提到的杜鲁道跟川普，但是这2个人很快都不见了。美国跟加拿大永远会是非常稳固的盟邦因为这2个国家边境那么长根本也不设限的我倒是刚才阿亮提到，今年不管3月、4月、5月这个中国大陆跟日韩的 FTA 他们互有需要首先我们看到韩国的现代汽车现在因为萨德的关系，现在韩国对大陆现在是贸易是赤字是赤字日本因为这个他把这个福岛的这个核废水排放到大海里去，现在700多家的商社都被大陆给它禁止了，他现在有这个需要，
中国大陆有没有需要？当然也有哈。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成长很慢。对。好，所以下一题喽。那言论自由是台湾民进党拿来作为宣传台湾有多好，当然也是现在台湾最珍贵的理由所在。但自从中天被关啊 ，NCC 各种前置的措施啊，现在民进党内甚至喊出来，抖音也要禁啊。昨天我们不是讨论了吗？这个头版头告诉大家，如果抖音继续下去的话，会亡国的，有这么严重吗？结果现在呢，有一些说法跟风向正在转变。其中呢，赖清德在一个最新，他们想要用各种社群平台嘛，要检讨起来，就只有年轻选票不见呐、怎么检讨赢回年轻选票呢？就用一个新的在 Trust 这个平台里面，大家一起努力加入啊，加入账号之后，他在这里公布了一个影片。告诉大家一个说法，他说，起跑点赢过蔡英文，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好，像这个就有那种热烈的留言回应啊。报告小英总统，跟你比起来，我已经赢在起跑点，因为我的副总统比你好啊。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什么你是选猫还是选狗等等的。那大家没有说在这个 thread 上面底下可能都是他的支持者或同温层回答，当然很快乐很热烈。PPT 就不一样了。给这件事情的话，既然是这样的话，突然开枪蔡英文吗？那为什么如果说副手比较好，那为什么不萧美琴当总统？然后看来是嫌票太多了，等等的。这种酸法是在幽默自嘲，但是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看待的角度。刚刚讲到的抖音，当然也是一个党内这2天喊出来选后检讨的方向。年轻选票为什么拿不到？因为抖音被洗脑啦。那许淑华的意见不一样，绿委调实习这件事情跟抖音的关系是什么？许淑华认为禁抖音不是办法，应该跟年轻人多沟通啊，其中王定宇、沈伯洋都是先对抖音开炮的主流啊。那这个不要去禁抖音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对不一样在党内的声音。许淑华说，那个不管国安啊、国安系统啊，都有一定的机制在做控管。既然年轻人都在用，就必须接纳抖音跟他们沟通。其实他们有一部分只是他的影响力很小所以就说是他的错嘛。那重点是要怎么接纳抖音，跟他们沟通是。现在这个党内有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反而会，如果你真的去禁掉年轻人在用的东西的话，是不是适得其反呢？而民党的组阁人选，当然也是现在讨论的热门的话题，究竟谁会组阁？以派系来看新潮流系14席，正国会8席，是不是有可能以派系来分呢？还是以自己人为优先？现在包括林佳龙、郑文灿、潘孟安等等，郑文灿被说可能出局，其他的人到底是谁会出现？那当然，立法院的龙头之争也是，刚刚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在韩国瑜宣布江启臣搭档，2个人互补性很强嘛，尤其是江启臣过去也差点是他的总统、副总统搭档人选，同时留一个但书只要这个愿意的话，民众党就会是取代江启臣的副手人选，副院长的人选。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黄阳明说的啦，他说如果韩国瑜当上立法院长的话，有一件事情一定会不一样了，那就是每年国庆日。其实这我也本来不知道国庆日的举办都是由立法院长担任筹委会主委，所以这个筹委会主委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向、什么样的内容？那他直言如果像国庆，像过去出现台湾 National Day 啊，什么这些英文就是比较类似让中华民国消失啦这种意向的行为呢，对于蓝营支持者会不能接受，所以只要韩国瑜当立法院长的话，筹委会至少不会让这样的意向再度的发生。那当然还有很多民进党躺在立法院没有通过的法案啊，两岸监督条例、代理人法、吹哨者保护法等等，都会是未来讨论的重中之重。两岸之间呢，刚刚其实包括委员也谈了一点，这点概念就是这样的。两岸有5件事情，在外媒这次很多人来观选的情况之下，发现氛围不一样了，跟他们外媒来台湾之前接受到的资讯不一样了。例如年轻人，都以为年轻人要支持民进党吗？抗中吗？他们说错了。在他们所访问的南韩记者里面所访问的对象里头，年轻人都是对于抵抗大陆这件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甚至他觉得没有必要去黑化他们，故意把他们讲得很差。他反而呢，对于现况摆脱了立场比较亲中的国民党或有反中的民进党这种惯性支持，既致力于中间的较中立的民众党，是因为现实感，不必把大陆视为万恶的共匪啊，万恶之源。那台湾够不够强？民进党执政的好不好？要他们的经济还有未来的前景更好，这才是更重要，要让台湾更强大、更富裕。所以对抗中这个议题，民进党
的做法啊，年轻人已经不买单了哈。那么至于日韩呢，来看看周边国家是不是有困境也将上演呢？台湾会同样有这套剧本上演吗？中国大陆限韩的限量趴地，现代汽车因为被限制之后，2016年现代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曾经高达114万辆，但是呢，被各种的影响冲击，这个萨德事件嘛，所以让2022年锐减，现在只剩下33.9万辆。当然也是中国大陆自己的汽车事业蓬勃发展的原因，自然就被取代掉了。最新消息是，他们也宣布脱手了重庆工厂，大陆市场整个丢掉了啦。那么中国进日本水产影响的当然更大，所以在首相的部分一直想尽办法要重新开启销售，也做不到。所以根据日本的市调影响的加速日期哦，至少700多家以上都受到冲击，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恢复哦。这会是台湾未来的景象吗？亮哥这个选后的面貌是会进抖音，还是两岸更糟？有各种的可能性。抖音他敢进他就去进啊！我跟你讲啊，这些人在讨论这个，就表示他们对这种电子的一些传播的一个工具，他们非常不了解。我跟你讲 ，Thread 啊，去年6月开始上市啊，那第一个月冲到5000万，第2个月跌到1000万。就是非常不好用嘛，我也是加入一下就退了，本来就是啊，非常难用，你就去难用吧，啊，台湾也曾经推过，我记得是鸿海协助的啊，一个内部的一个类似 Line 的东西叫 Joker 啊，也没有人要用啊，你就去用吧，你就去反市场潮流，再去证明你就是科技界的废物党，就是这样嘛。我跟你讲啊，丢脸丢到家嘛，你以为抖音会红是什么原因？抖音会红绝对不是因为政治嘛，当然，它绝大多数都是娱乐片、综艺、商业片。那为什么它会红？因为它的影片它有一个大数据在算，它会不断助推给你，要什么给什么，所以你就很容易找到相关的东西。然后它的速度跟那个刷屏的那个顺滑程度又非常好。快手也追不上抖音啊！我看民进党连快手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反正你就去用沈伯洋这种完全不了解市场的人来乱搞一通啊，让民进党继续撕掉更多票啦。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最政治的就是 YT 啦，还有 Twitter 啦，还有 Line 啦，这3个是最政治的啦。FB 也是啦，对吧 ？FB 也很政治啊，你怎么不去进这些啊？YT 连央视都有中国各个卫星电视也都上去了那只是下面有一栏说这是中国官方媒体，就这样而已啊。人家就是这样在管理啊，人家也没有说要禁啊。那 FB 难道没有中国的东西吗？就只有你这种反动到底的政党才会去讨论这种议题嘛。所谓亡国，我跟你讲什么？还有人讲说这个抖音再不进了，2028年就没有台湾了。什么没有台湾？没有民进党啊！亡党，没有民进党，没有赖清德，叫没有台湾。立马拜托少掉你们这些那个科技界的反动派啊，台湾会发展得更好了。我也同意，台湾一定会更好。委员怎么看呢？包括各种议题里面，现在台湾的处境其实是艰难的。人家说啊，选举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现在稍微做一点调整了，是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啊。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可清楚。是民进党这次也没拿到年轻人啊，没有，他拿到天下。不，民进党可以不存在，台湾还会继续的存在。对啊，就好像我常常在形容啊，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大象啊，它很大，对不对？可它掉到泥淖里面去，最后是泥淖不见了，还是大象不见了？是大象不见了，对吧？如果民进党还在围绕在这样子的题目，刚才阿亮姐呢讲得很清楚啊，抖音啊、YT 啊、FB 啊，这些东西你进不了嘛。这是谁方便我就要去用那个东西哈。抖音去制作那些东西，我看我周遭认识一些年轻人，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很方便嘛。他那个工具很方便嘛哈，就好像 AI 啊，我要跟大家报告啊 ，AI 的时代要来临了。那任何
不管你今年几岁啊，你说哎呀，你要看你还可以活多久哈。如果说举例，你现在80岁，你可以活到100岁，往后20年就是 AI 的天下哎。难道你也要说哦，这个 AI 会强化我们的工作 ？AI 都是年轻人他们在运用的，我们就不要？难道可以用这样子的思维来考虑这个事情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人讲说，哦，现在 AI 啊，日后的应用啊。他的 APP 啊，我只要买模特儿的脸就好了，那个脸孔啊。然后呢？日后模特儿啊，根本就没有工作了啊！他是朝这方面，他可以做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那可是看起来就是人啊。这个 AI 啊，尤其往后的3年的发展，可能会让你用的人就变得在财务上会比较富有，不用的人可能以后你就变得不富有啊，诸如此类。我想这是时代的取向。我从用这样子的观点讲回来，你去进这个抖音、进小红书，就是因为它是大陆人发明出来的，你就意识形态我就不要。我现在反正以后可能也不会去选立法委员了。我要讲的比较宽一点来看。我们从年轻人的未来来看这个世界，谁可以得到年轻人啊，谁就可以过好日子；谁可以得到年轻人的心，谁就可以来执政哈。我想这可能是大家要认真思考的。教授，当然你也常跟年轻人接触嘛，年轻人需要什么？小红书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啊。用抖音、用 TikTok、用快手。最多的应该是我了，绝对是我了，因为我自己在那边固定的发布一些消息嘛。我跟你讲啊，真的是这个你们2位讲的都非常对了。这个的确，台湾还自诩为科技岛，因为整个我跟你讲，说句良心话，抖音都稍微有点落伍。因为我今天上午还联络到，因为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最喜欢的是小红书了。小红书，就最喜欢小红书，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小红书原来起源当中的话，就是抖音不单单是一种这个 entertainment， 它本身也是抖商啊，它是一个做生意的，而且对于很多来讲的话，还有一个最重要因素，抖音跟 TikTok 是不一样的哈。没错，那个台湾的年轻人基本上对于透过英文做生意不是很习惯了。你知道吗？那个抖音本身就是自己的，为什么小红书会红？就是语言有一种亲近感，年轻人才不管你的什么谁做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宁夏夜市啊，要搞这个叫做这个科目3的跳舞啊，然后呢又讲说这个武统啊，讲了个半天，那个观念基本上是落伍到极点。我跟你讲啊，说句良心话，民进党现在发展有国民党化，你知道啊，就是非常保守，而且非常老人执政，因为这个时候一定会被时代淘汰的。所以民进党本身来讲的话，一定要了解这事情。凡是大陆做的事情的话，你都要看得仔细啊。好的东西的话呢，你就要积极鼓励；坏的东西的话，我们要指出到底哪里坏，你不能够胡说八道乱说一通，对不对？你现在要了解，就是说，在目前为止，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的需求啊，他感觉上就是要什么 ？Z 世代的人是一种完全活在他自己感觉的人呢，对不对？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像我们现在，我刚刚提到，我们费委员提到那个人工智能的上课，我跟你讲啊，我们教书的，我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代教书的哦。因为我前阵子碰到一个大陆人要跟我合作，那我说这个我哪有时间跟你这样合作固定啊？什么每个礼拜次？他说不用，你只要来深圳一次2个钟头，完了以后剩下的我们全部用 AI 帮你处理，1年。我吓坏了，你知道？我说我人不在，只要你的头，只要你的头，就是2个钟头，你那个表情、动作、样子、知识内容，对，你现在这样子动，它全部录下来，对不对？然后呢，那个 AI 会帮你选择里面的内容，配合你的嘴型，然后你像我现在的话呢，感觉上比较激动，那有的时候觉得轻松一点，什么我笑一下，那个 AI 出现的结果。后来我跟他讲说，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因为什么？他说这个不是严重不严重问题，就是你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你基本上就完蛋。所以说，目前大陆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我们说句良心话哈，我们这里啊，人家美国的观察团发觉我们开票的过程非常原始啊，感觉上像在非洲一样，对，很像，因为真的唱票啊，什么国成两一票什么的，就来这一套。我跟你讲。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不是科技岛吗？你不是生产全世界最进步的晶片吗？你这个话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你到底在做什么？我跟你讲，人家都心里看得非常明白，我们这个政治本身是受污染的。
连线上投票也都还没有哦。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一节国际及国内议题来讲大白话的来宾，我们首先来介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立法委员费鸿泰，大家好。看看几个最新的消息，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各党都在检讨这一次选举的结果，其中柯文哲公开的发言，还有他给小草们的一封信，都是说败选的原因来自于年轻选票没有出来投票啊，不是民调不准。尤其是他预告即将展开北中南的谢票活动，这个大规模的活动第一场就在台北荣兴花园，接下来下星期还有台中啊、高雄啊感恩之旅，而黄国昌动作更多了哦，还要办的聆听小草的声音，包括了板桥、新庄、中和、新店、淡水等等，要大家一起欢迎报名资讯等等，要一起跟小草说聆听意见，也还要巩固这些年轻朋友的选票。接下来当然是为了未来还要再战啊。那民众党以资金来讲，过去来讲它是个小党，经过了这一次得到300多万票的得票数之后，是不是当然在资金上有很大的益助呢？以现在目前来看，民众党的政党票每年可以得到1.5亿元的补助，4年就有6亿元了。柯文哲的总统票1.1亿元的补助款，还有立委不分区的8席立委之外，地方民意代表现在有县市长2席，新竹市长高虹安跟金门县长陈福海喽，县市议员14席，乡镇市民意代表等等的哦。所以在整个盘点资源跟各地方的影响力，有没有可能2年后更大规模的遍地开花？就看这些资源能够有多少的效益可以发生。而给小草的这一封信是柯文哲发出来的，他一样哦不认民调是假的这件事情，那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当然让这个事情也就余波荡漾。因为当初真的话讲很重啦，他说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他指责所有其他民调都是假的，只有他是真的。结果开票出来，结果是这样啊。那他的理由是民众党很多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出来投票，支持率、投票率低于预期才会这样。所以民众党支持者，包括年轻人、高学历、中间选民啊，没有投票啊，要上班啊，大家当然就有很多讨论，就是说人家40到60岁不用上班吗？我们也大家都要上班，自然就会找空档去投，不是吗？投票日那天大家都上班啊，大家说100年最可笑的落选者，为什么？就是说你理由有没有好好的面对？借口真多，输就输，承认很难吗？等等，就有各种讨论，就会让这个败选原因还在余波荡漾。那柯文哲归因投票率低，刚刚暐瀚在我们节目上他的分析，他也认为，就算下一届4年后，下一次的首投族，这次102万，下次是80万，全部投给他，算一算也轮不到赢，他也不会赢。为什么？因为就算加90万票，以这次得票的结构来讲，他就是输的。所以当民众党在选举里面产生的影响力跟作用，各区就可以分析看得出来，4年后会怎么样呢？以这次的选举来看包括市长选举是2022年的选举得票一样，当时呢仇恨值很高的陈时中，那么让蒋万安的票数其实很稳定的，蓝的够强的时候，自然黄珊珊的得票数25.14，其实在台北市的得票还高于这次柯文哲的得票。那么到了新竹市长的时候一样，高虹安当然很亮眼，在各个竞选的候选人里头，沈慧虹的仇恨值高，但是知名度低，所以呢林耕仁立刻就被边缘化掉了，得票率相对的非常的低。而宜兰这次的立委选举同样比较起来的话，就会发现这个蓝白可能都不够强，以至于民进党就会得利，自然就由在野党瓜分了选票，没有得胜的机会。所以当蓝绿白都不强的时候，民进党才会得利嘛所以拉蓝打绿，柯文哲的做法有办法骗过蓝绿，这个是今天联合报的分析，特别讲是骗过蓝绿。为什么？他过去是跟民党合作的呀，那合作完翻脸了，那跟蓝有可能国民党合作吗？那后来也是有点协议合不了就翻脸了。那现在呢？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局面？选后对于立法院院长选举动作最积极的，被形容的当然就是民众党。接下来的政党合作要占先机但是呢，现在左右逢源，两边都要让别人来拉拢他的这个情况之下，现在韩国瑜已经宣布他的搭档人选是江启臣。那么搭配对抗的油菜的话，当然留了一个但书啦，就是说如果民众党愿意合作的话，他也愿意把副院长这个席次让出来跟民众党合作。那柯建铭怎么形容呢？难道有更适合的人选吗？他说，针对韩江配，他的回答是：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绿营推的油菜配如何呢？
蔡其昌吗？哦，难道有更适合的人选吗？这是柯建铭的形容跟评论。所以，当我们看到选后啊各种的局势，对于柯文哲2年后甚至4年后，民众党的可能发展，都跟这个检讨多少会有关系吧？亮哥，我并不认为民众党跟民进党闹翻了啦。你看他的不分区的构成嘛，黄珊珊、黄国昌，然后那个陈昭姿。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都跟民进党合作过啊，是，所以你在这边从这里就推论出说，你看他去对抗陈时中，他们去对抗那个沈慧虹啊，那这样你就以为他去跟民进党对抗了？不一定，没有这回事啦，哪有？他们跟民进党有一些人好得很呢，我跟你讲，你当天看投票吧，你看陈昭姿、黄国昌、韩国瑜投得下去，投不下去吧？所以我说还是要看未来的行为啦，那而且民众党事实上未来是要接受考验的啦，就是有关两岸的议题，他们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啦？会不会这8个人不一致啊？事实上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他未来能不能团进团出啦？就这8个人到底一致到是在哪些议题上一致啦？那这个事实上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民众党到底立场是什么？比如说民众党，因为民众党你现在给他的感觉，你对于台湾重大争议的议题是没有立场的你在讲的都是什么光透明啦、公开啦、财政纪律啦、国会改革啦，这种哪有什么重大争议？这个并不是我们政治学上所讲的一个国家的重大矛盾嘛，这个都是属于政策性的议题嘛。游戏规则。台湾国家的重大矛盾是什么？反核啊，能源然后统独啊，死刑啊，这一种才是嘛，废死啊，这种才是重大现象。对了，这个同婚他们大概支持同婚啦，是同婚他们是没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在重大的矛盾上表态，人家才会逐渐知道你这个党的路线是什么。不然你去讲国民两党长期斗争50年是为了什么在斗争嘛？一定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瞧不拢嘛，然后后来就要从政的人，有些人就加入了国民党，有些人加入了民进党，对不对？那请问加入民众党是在干嘛？是在追求什么啦？我说，因为他到目前为止没有区域立委嘛，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政党啦，没有一个政党会只有不分区啦，你这样是不可能走得下去的啦。所以柯文哲要思考的一定是2028年他如何选上区域立委了。你没有区域立委，就基本上这种政党，你那个不分区也没有经过人民的真正的去这个审查你啊，因为大家就是因为支持你的总统候选人，所以不分区就投下去了嘛。对于这8个人，事实上个别人我讲白了啦，除了黄珊珊跟黄国昌之外，其他有人认识吗？其他有人认识吗？知道他是干嘛的吗？不知道啊，不可能有这样的政党啦，我跟你讲。所以你去看真正的政党，都是比如说像费委员，人家是从4亿元开始的，地方经营4亿元这样一路这样慢慢上来的，要累积接触多少基层民众，然后选上立委，然后在立委的历次投票，才知道他的鲜明的立场是什么嘛，这样人家才会知道是什么叫做你的政党的路线啊。我认为民众党还没有经过这一关啊。所以我说，很多人都在讨论说，民众党即将成为关键少数啊，没有这回事啦。我跟你讲很多情况搞不好，民进党然后跟国民党对杠那他们2个就交易掉了，各个击破。不是他们2个就交易掉了，去谈好就好。他为什么要理你呢？你以为大家一定要找民众党来投票吗？有可能是国民党要什么，民进党要什么，那大家交易嘛，你也投我的 A， 我投你的 B。就交易掉了，协调嘛。你以为民众党一定有角色吗？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那么简单啦。政治不是这样的啦，政治是你要经过很多次的斗争锻炼，然后真正形成你的路线。讲的好像大左派，真的是这样嘛？所以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民进党跟国民党，你不要以为他们不会有交易当然。以前在国民党、亲民党跟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交易来交易去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各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8席真的就是永远的关键少数，政治没有这样的啦，政治没有这样的。
更何况你8席都会一致吗？这也是一个考验啊，对不对？是费委员在立法院那么多年哦，资深的委员了。如果来看选后立法院最新的生态，怎么看待？我想重要的只有在2月1号的院长、副院长的选举，这个比较重要。阿亮兄在立法院也待过3任了，他很清楚了哈。在法案的时候，这时候我是觉得往后的法案可能针对两岸的事务立场很坚定的话，民进党可能就不提了啊。民进党可能不提啊，可能国民党也不太会去找很尖锐的问题。这时候就会往中间靠。这时候如果说往中间靠的话，那请问民进党的重要性就大幅下降了哈。我觉得民众党这次选举比较重要的是在2月1号的院长、副院长的选举今天我看网络上新闻已经出来了就韩国瑜要搭配江启臣当然江启臣说他可以让，如果说民众党有人愿意当副院长的话我想所以刚才我顺着这个郭教授的言论讲，民众党重要，我是觉得只有在2月1号。日后就不重要了。我们讲，因为我不选，我可以讲大白话嘛。你们这个节目就叫是新闻大白话嘛。我讲直白了。日后因为赖清德是40%的选票，所以势必他在前1、2年，他不太可能会提出在政治很敏感性的这种法案来。如果政治不是很敏感性的法案，我想最后3个党大家可以妥协，把文字弄得软一点。没有不可能的哈。第二点呢，我看这个黄国昌当然还有下次的立委选举2028还有4年，但中间还有一个选战，就是9合1的选举哈。我看黄国昌去这5个地方，你觉得他要去干什么？他要选新北市的市长吧。3年后，侯友宜第2任任期到了，他可能就是对。如果他选了新北市市长的话，那个滩头堡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地方选下来，那他们当然就要派人去选区域立委了哈。我想从这个题目上来看哈，还有我也希望呼吁这个赖清德的政府两岸的红线不要去踩了。不要去踩那个红线了。第二个呢，不要去做美国的马前卒，或者当他的棋子。我想两岸就算处不好也不至于兵戎相见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看民众党这一次的年轻人选票，他们不喜欢这个往跟中国大陆走很近的，他们也不喜欢跟中国大陆在搞对抗的。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经济发展，他们要有好的未来。所以我是不管针对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去想一想如何去发展经济。第二个要做到所得分配，也就是说，这样讲的直白一点，你让年轻人要有未来，他有足够的钱可以去购置他的第一个房子，这个我想，这个改善年轻人的未来，改善他的所得要提高，分配也要好一点。你看蔡英文这将近8年，他的前5%，通常我们讲前20%，后20%，但是这个太大了哈，就看前5%跟后5%，现在差距到160几倍，是恶化的所得分配这些事情我是呼吁这个2大党都要朝这个方面来思考。顺着委员的逻辑谈下去的话，那民众党本身是有一个2年条款2年后现任的不分区可能就要去其他地方让给后面，那不就如果黄国昌选新北市，黄珊珊就选台北市嘛？不知道教授怎么看这个选后新局？我第一个，我首先强调，我非常荣幸在2位资深立委中间做一点哲学上的分析所以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与有荣焉但是我觉得呢，柯文哲这一次真的是他在选择上呢，他不是用理性，他是用感性来参选。他的感性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的话呢，大骂蓝绿蓝老绿坏这是他的第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他呢是强调他没有钱他没有钱，然后呢就说就是说句良心话了
啊，说这个民进党有钱没话讲，执政党，但是说国民党也有钱的话，那就是可能是国民党的募款人也好，但是他其中讲的非常多的部分是诉诸于这个就是说他们这2个党很有钱，我自己的话呢没有钱，光靠我一个人，那的确有这种情况。还第3点的话呢，他因为这个力量的冲击啊，使得我这个有了解，我跟我的学生聊过柯文哲很多次啊，我就觉得我最不可理解就是柯文哲的话呢，一个变一个骗啊，那个变的时候呢，就是原来整个立场都说变就变什么的话，他们都觉得话呢，遇到任何事情这个变就不叫变了，叫变通啊，可以调整的。哎，对，然后变的话呢，那么他这个变的时候呢，他讲的话呢是不得已啊，于其好辩哉。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就吓了一跳，年轻人对柯文哲是非常非常宽容的，包容非常非常包容的。所以说，年轻人为什么感觉到他喜欢他呢？我跟你讲，因为我在 TED 演讲的时候啊，我在他之后讲啊，那时候压力非常大。为什么？柯文哲讲完以后人就走光了啊！我跟你讲，这个不是开玩笑。柯文哲本身来讲啊，我跟你讲他的表情，事实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如果不染头发的话，我跟他长得蛮像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很多人这样讲。心情如何？对，我自己心情一开始的话不好，现在会觉得蛮不错的，至少光靠这张脸也可以混到10几票，300多万票。对，反正的话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我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柯文哲年轻人对柯文哲的信赖是来自于蓝绿之间让他们感觉没希望，所以我觉得费委员之间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年轻人现在希望真的是不大，因为你通常来讲，如果在比较的时候呢，如果你光比20%的话，你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比5%啊，如果你比到1%跟最后的1%的话，恐怕差1000倍，我跟你讲，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算这笔账就好了。台湾从 X 法赚来的钱都到了谁的手里，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今天中午才跟我们几个同事在聊，我们做台大教授算不错，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活得蛮辛苦的。真的活得蛮辛苦，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呢，其中有很多的原因啊，就是主要是孩子的教育费啊，什么，主要是还有买房子太贵啊，而且刚从国外回来，一下买个房子，如果他是南部人，在台北租房子租的不行，要买个房子，一买个房子的话，哇！整个终身变成房奴啊，所以说的话呢，连台大教授啊，都这种情况下还做什么特别的研究，什么各方面，大家千万不要误解这件事情，因为台大教授并不规定只有台北人可以干的，所以南部人上来，连教授本身来讲，更不要说是一般的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话呢，是心中冬天的一把火啊，这句话全是投到了柯文哲头上去，所以他采取这种趋势。那柯文哲感觉上这个趋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柯文哲本身对于立场 issue 都搞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靠这种方式。那当然了，他也懂得用黄国昌跟黄珊珊来发展他的区域立委嘛，就这种情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情况是蛮清楚的了。所以苑老师这样说的话，他的败选理由怎么检讨，认不认民调也没有关系。我没所谓，真的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我跟你讲哈，如果说那天在那个君悦饭店当中，如果柯文哲妥协的话年轻人会丢很多票，反而不原谅。对。